其實九二共識講白，它就是一中各表，可是現在也沒有各表空間，它其實就是一中。那一中，我覺得它為什麼要？我覺得那也是中國的敘事。是，它現在一定要對全世界來講，要把兩岸框架在一個中國的框架。現在兩邊在拔河，拔河什麼事？一個是兩岸如果一旦有衝突，中國要把它定位成一個中國，那外國就沒有介入空間。可是美國要去把它界定成台灣前途不，台灣地位未定論，我要讓國外有一個介入空間。那現在國民黨不斷的去強調所謂的九二共識，所謂的一中各表，現在沒有一表了，就是一中，一中就是完全配合中國的敘事。你說很有道理，九二共識核心就在一中各表。原來一中各表就是說我講中華民國，你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好，我們各表。但是如果說我們這個各表呢，就在我們兩個當中講的話，你覺得意義大嗎？沒有。那我跟你講，我是中華民國，你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兩個人這樣講來講去沒什麼意義。這個話在什麼地方講才有意義呢？在國際場合講才有意義啊。就像南北韓，就像東西德。對，就像當初我說這話要到聯合國去講才有意義。就是我們在聯合國講一中各表，那大家看見哦，兩個一中各表這樣有意義。但在兩岸當中講的話，那時候就走不出去了。那如果走到國際上，大家都認為這一中就中共了，那我們算什麼？中國國民黨黨主席鄭麗文在訪問中國之後呢，他帶出了一個新的敘事，這個新的敘事就是戰爭與和平。他到了訪美的時候，他更是高舉了說，如果今天國民黨能夠在2028拿下了政權，兩岸才能夠走向和平。那為什麼這樣講呢？他說2028是一個台灣走向戰爭跟和平的一個關鍵時刻。如果台灣我不能堅持反對台獨，我不能堅持所謂的這個所謂九二共識，兩岸勢必會走向兵凶戰危。但問題來了，現在鄭麗文講的說，真的我只要反對台獨，我真的只要堅持九二共識，台灣就可以有和平嗎？那如果這個和平真的是台灣人要的和平，還是說那是一個包着和平的糖衣，實則是一個併吞的毒藥呢？我們今天就邀請了台大名譽教授明居正明老師來幫我們解讀台灣的下一步到底該怎麼的走下去。明老師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那明老師是我們要今天這裡面跑到去，不斷的強調戰爭與和平，好像說今天國民黨只要沒有辦法執政的話，台灣就會走向了一個戰爭。可是如果你了解國共的那個內戰的話，國共的歷史來講，這個非常像是共產黨的一個敘事，因為他弱的時候，他就講和平，對，他要強的時候，他就把你併吞。因為這樣很清楚是現在在中美之間，中國很清楚，因為我們看到伊朗，我們看到了委內瑞拉，很清楚在軍力上面，中國是居於弱勢的。他這個時候，我覺得他很妙，他就高舉了和平。他不但是對要求鄭麗文這樣講，他現在對美國也是講我們要和平，我們要共處。那我覺得非常清楚的是，鄭麗文其實完全的配合習近平的中美之間的敘事。應該這樣說，就是我看見他們共同的地方，那他是主觀配合呢，還是客觀上他也這樣想？這個我還不知道哈，所以我們再看一看。但是我對有一句話我都想澄清一下，就是說2028是戰爭跟和平的選擇，這我想到未必吧，因為我們過去不是講說2027嗎？對，2027不是什麼戴維森窗口嗎？說什麼？然後我就想，我說如果我是習近平的話，大家都說2027打台灣，我絕對不會等到2027，那你就準備好了，我一定是2026或2025就動手打了。先發制人。對啊，我怎麼等到2027，你們都已經準備好了才來動手呢？所以這個當然比較像是一個競選語言了，也不能說不對啊，它比較像是競選語言。那你說真的，我們不講九二共識，然後我們不講台獨，就和平了？那過去沒有講台獨的時候，他也沒放過我們呢，是不是這樣？所以我覺得這個還不是這樣的。不過我得這個題目是個大題目哈。我們今天算是因為這個國民黨高層呢訪問大陸和訪問美國呢，訪問大陸的消息當然現在比較完整了，訪問美國現在還在路程當中，有些消息還沒出來。然後美方到底誰會見他，會談成什麼樣，我們都還不知道。所以我們現在只能說，就是就我們現在看到的新聞，做一個初步的一個評論。那將來等到新聞消息完整的時候呢，或許我們可以做個比較完整的這個討論。不過他有一句話是有道理的，他說美中和解是關鍵。那他講說台海和平不能只看兩岸，必須把美國納入戰略地圖的，這種話是對的。這就我一直在講，我說台灣你不要以為說你可以想幹什麼就幹什麼。
美國跟中共都拿你當棋子，是中共先拿台灣當棋去玩美國，玩了大概20年之後，美國才看懂說啊，他拿台灣當棋子玩我，好，那我也拿台灣當棋去玩回去。那台灣是很難受啦，但是被2大強國這樣玩着，台灣反而空前難受，而空前安全。這是我一直講的話。以前我在學校跟學生講的時候呢，學生慢慢聽懂了。然後我說做節目的時候，剛剛開頭講的時候，大家還不太覺得，現在大家比較覺得了，但是還是沒有完全體會。為什麼呢？中共飛機飛過來的時候，我們覺得難受。然後中共這個圍台軍演的時候，我們覺得難受；戰備警訓我們覺得難受；發射飛彈什麼我們覺得很難受。但是我們安全了，我們都過去了，對不對？對。所以空前難受呢，跟空前安全是一體的兩面。可他不會越雷池一步嗎？他不會跨過那個界限嗎？因為他在算說，如果我跨界限的話，那是不是日本就要打我，美國就要打我？他會擔心這件事情。那甚至就是說，我要越雷池的時候，底下人是不是都聽我的？然後他們會不會叛變，會不會兵變，會不會正面，會搞我，會暗殺我？這我得想一下，因為當初鄧小平就這樣從華國鋒手把軍權拿過來的，所以他是牢記共產黨記歷史，他會做這件事情。好，那這個國民黨高層接着講說啊，希望看到是美中和解、美中合作，想法都很好，但問題可不可行？我們等一下詳細說。他說這是他此行帶給美國最重要的訊息。那只要美中只要和解，都能夠有效管控個衝突風險什麼的。習近平也這樣說了，對不對？也這樣說了，這都沒有關係。也就是說，有時候大家看見同樣的事情說同樣的話未必不對，但我現在想仔細談一下，這個好的願望到底具體可行不可行？也就是說，它有沒有可操作性？你說美中和解？美中和解。那我一直覺得說美中和解不容易哦。不容易，因為現在當然大家比較常說是修昔底德斯陷阱。習近平不是在這個川普的面前講說，現在中美之間沒有修昔底德陷阱嗎？他不是有一點就是伏低做小，願意甘做，說我不跟你爭霸了嗎？對啊，你看都不是講得很清楚嗎？中共是凡是我力量不夠的時候，我跟你講和平；我力量夠的時候，我就一口把你就臉一抹，然後一口把你吞掉。對，就是這樣子。所以我覺得他現在說美國很了解，美國也了解。所以川普說，我都沒有講話，一直聽他講，很不容易啊。對川普來說非常困難了。通常他是有話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他居然可以聽習近平可以說聽一個晚上，聽他講台灣講什麼不回嘴，然後上了飛機之後忍不住就開始大講特講，這個很正常。好，大家常說修昔底德斯陷阱，哦，你習近平說沒有就沒有了，哦，你沒有就沒有了，這種就是一個國際政治的邏輯，這沒辦法的。但是我不覺得說，但話說啊，我們將來詳細討論的，這因為這個是我在課堂上講的東西，修昔底德斯陷阱，最後告訴大家說挑戰者失敗了，對，挑戰者失敗了。當然，習近平不是這意思啊，但是這第一個我不同意的，這第一點。第二點呢，中共常常講說，現在中國要崛起，美國要遏制。這個話講的不是今天講的，這是差不多2004年前後，我們已經開始聽到了。而且不斷講東升西降。東升西降之後來講，最早怎麼講呢？中國崛起啊，不對不起，最早講是大國崛起。大國崛起，對不對？最早講大國崛起。不但這樣講，還出了錄影，對，還弄了錄影帶，哇，賣到全台灣，賣到全世界去，然後中英文各種語言都有，回顧了當年什麼西班牙、葡萄牙的一路上崛起的過程，然後今天該到咱們了，對，就這意思。後來講了中了之後呢，美國就說，哎，什麼叫大國崛起？然後說啊，這個和平崛起。後來跑來台灣跟我們講說，和平講給美國人聽的，崛起講給咱們中國人聽的，一直怕我們聽不懂。我心想，我中文不比你差，我絕對聽得懂。你背後什麼意思，我比你更清楚，因為你是共產黨，我很了解。所以中文意思就是說，我要崛起，你要遏制，這是什麼？這是虛假的民族主義敘事，用虛假的民族主義來統戰。但台灣的確有人就真的吃了這一套了，哦，是不是這樣？大國崛起，大國崛起，中華民國的偉大復興，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百年機遇什麼的，台灣很多人吞下去了。你現在看到台灣很多高層，尤其是我們的藍白營的朋友們，很多高層講話就是這樣子啊，就不能完全吻合他。我不是說中國不可以崛起，我只說中共不可以崛起，我們得分清楚。就像當年1930年大家都知道日本崛起，不是關東軍崛起，
關東軍崛起之後，把日本帶上敗亡之路。如果當時關東軍不那麼囂張的話，真的是日本崛起的話，可能還未必那麼糟糕。所以這個東西是有差別的。所以我認為呢，現在美中為什麼不容易和解呢？他們在關鍵問題上，在核心的價值觀上是針鋒相對的，也就是兩個國家立國精神呢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共講的是一黨專政，講的是這個三權共濟；美國講的是三權分立，講的是民主、自由、法治、人權。這是我們贊同的這個價值觀。美國現在慢慢也認識到了，尤其川普在第一任期開頭的時候可能沒認識到，但第一任期他過了1-2年之後，他認識到說，哦，我們美中之間關係呢，不是一個單純這個什麼貿易問題，或者說貿易逆差問題什麼，不是這樣了，是兩個價值觀的對抗，兩個體系的對抗。所以當他認識到這一點的時候呢，那故事就不太一樣了。而且有人講，它不只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對抗，也就是如果說美國真的失去霸權的話，因為它現在能夠統治全世界，靠的是美軍跟美金，那它的這個東西很多可以議價，是因為我美軍是全世界的通用貨幣。如果不是我不是全球的霸權，我不敢宰制全球，我的美金的地位就完全不一樣。如果我美金的地位不一樣的話，那我现在这麼高的一個所謂的這個債務，30幾兆的這個所謂的債務，我還能夠維持嗎？所以那個對美國來講，那已經不是我跟你中國的爭霸，那也是一個美國自己的一個生存戰爭，也是個生死存亡問題啊。我們大家都知道美軍是超發的，對。那一個全球超發的美金，你為什麼相信它呢？那我們家裡還藏一點點美金，為什麼你相信？為什麼你相信藏美金有用呢？因為你覺得說這個國家的經濟、政治跟軍事力量足以支撐這個貨幣嘛？因為它是老大。這是第一個。第二就是它是可以兌換的。那你會存人民幣存成這樣的嗎？不會的。為什麼？因為它不可兌換的，是不是這樣？所以人民幣說啊，我要變成世界貨幣，我要取代美元。我說你可以自由兌換的時候再來說這句話，這才是關鍵問題。那現在這個國民黨高層講的話呢，當然就第二個疑問就是說，你為什麼會相信習近平？那他說，因為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然後我們有共同的血緣，然後共同文化跟民族根源，對，這些都對。但是我們的共同文化，大概到1949年之後就不一樣了。哦，這不是一個很大的差別嗎？因為你們走上共產主義了，我們擁抱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呢。雖然我們的步子比較慢，但我們慢慢擁抱了。你有中華文化嗎？你真的有中華文化嗎？我看見是中共黨文化。我看見不是正統中華文化，所以苗老師說兩岸的文化是不一樣的，當然是不一樣的。不好意思，我們講得白一點，你跟大陸朋友你跟大陸人交朋友的時候，開頭的磨合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我在美國讀書，我教過很多大陸學生的這朋友什麼的，到什麼時候我才相信他把我當真朋友呢？他半夜跟我喝酒，然後哭着跟我講說他家的文革經過什麼事情，那時候我相信。他把我當朋友，好，他跟我哭完了。第二天呢，這個大陸學生、台灣學生一起再來，然後講到台獨，指着我鼻子痛罵。我說我們不是台獨啊，罵了半死哈。我心想，你昨天晚上跟我哭成這樣，你媽今天白天把我指着鼻子痛罵。傍晚他打電話來道歉，不好意思，白天有別的大陸同學，有人在旁邊，有大陸同學在旁邊，我必須表態。哦，你拿我去表態，就這樣。所以你說這個，你說他那個人格扭曲到什麼地步？對，你說那個文化跟我們一樣嗎？不一樣啊，是不是這樣？所以我說，1949年以前我們獲取相同的文化基礎，1949後沒有了。對，等到你將來非共化，把共產主義的餘毒全部清乾淨之後，真的轉型正義完畢了，那我可能相信我們有共同的文化。對，所以我們有共同祖先、共同的这些記憶什麼的，那是曾經的。但今天真的是不一樣了。我就要這樣說，你說這樣啊，就可以把兩邊的所謂主權衝突轉化成國族內部的和解方案。你看見哪一個共產政權最後跟人家和解了？對，你看到哪一個？非常困難的。所以這樣講話，坦白說，第一呢，對共產黨不了解；第二呢，不了解國共鬥爭史。你去看看南海島礁的問題也好，看看香港問題也好。哪一次他們信守承諾過？你還能相信他嗎？這不是非常奇怪嗎？而且我覺得他們所有東西都是統戰。所以一開始為什麼我會覺得說鄭麗文講這個和平，講這個戰爭和平，我會覺得非常有過去國共內戰的即視感。是，比如說一開始在五四剿匪的時候，
共產黨是居於弱勢，居於弱勢的時候，我就會講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對，然後就發展了所謂的西安事變，然後讓這個所謂的全國一致的團結，一致的對外。等到了這個抗日戰爭結束了以後呢，中國的國力強了，特別是他遼瀋戰役打贏了，遼瀋戰役打贏了以後，他有放過國民黨嗎？沒有。他當時本來說要隔江共治的，也沒有。當時毛澤東講了一個非常有名的話：“宜將慎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他讓你這個中國國民黨，連這個片瓦這個所謂的糧，就是說你要求生存的地方都沒有，打到海南島把你逼走，打到松山群島把你逼走，我讓你這個所謂的片瓦這個存亡的地方，片瓦不存呢，片瓦不存，对啊，全部都打。那我弟說他有趣在這說，他來打台灣呢、啊，對，我弱的時候我就和平，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可是我強的時候我就把你吃乾抹淨，一口吞掉。那我覺得現在中國不就用同樣的方式來對台灣嗎？所以你仔細對比一下，習近平跟川普說什麼？我們要和平啊，合則兩利啊，什麼的。但他一旦他實力夠的時候呢，他跟德國講和平嗎？當然不會啊。他跟法國跟英國講和平嗎？沒有，我現在進來我就跟你傾銷了，等到你對付的時候，我再想辦法，我再跟你講和平嘛。所以這東西我們真的，為什麼我講說，國民黨的高層很多人現在不懂國共鬥爭史啊，真的是非常慘烈的事情。對，你回頭去看看你就曉得。我再建議大家哈，看看這個當年老蔣同志寫的《蘇俄在中國》，或者看看現在比較新的叫《九評共產黨》，兩本挑一本看都可以。那遠的不要說了，近的中共現在對我們搞了幾次台海危機，搞什麼這個戰備警巡，然後戰機天天，我們現在講話是戰機跟戰艦可能就過來包圍我們等等。那一天到晚在我們手機上打洗腦，打認知戰，這些都是事實吧？都正在發生吧？那這樣你覺得說他跟你講的和平，你會相信？對，有點奇怪。是，我這樣講了，這個寶傑兄，如果今天你代表國民黨，你去大陸開會，然後你見了習近平，你覺得習近平要給你到什麼樣的保證，你會相信他？我覺得他給我任何的保證，那我就是嘛，我都沒有辦法相信。那你覺得高市長要去，會相信他嗎？當然不會。那菲律賓的小馬可仕去，會相信他嗎？那川普會相信他嗎？如果大家都不相信的時候，而你去相信他，對，為什麼？因為我覺得跟中國人跟中共打交道，全部都是以實力為原則的。他們是唯物主義者，是唯物主義者是不講感情的，他們是完全以實力為原則。所以你在沒有實力的狀況下，你跟他要用共同情感、共同的理念。我覺得那根本就緣木求魚啊，所以我才不懂說為什麼會這樣說。當然，你去表達和平的願望是可以，但是如果是我去的話，我說啊，我對和平有興趣啊，咱們不要打仗，但是我有準備。我告訴你，我有多少國軍，有什麼樣的裝備，我有美國跟日本支持，我有什麼等等等，然後我的雷達跟美國連線，我的武器跟美國買什麼等等之類的，咱們來談和平吧。我會這樣講話。而不是說啊，咱們要我很愛和平啊，所以咱們不要打仗。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上打過比方呢？南宋跟金人去談判的時候就講說我要和平，我把岳飛也殺了，你還要這麼樣嗎？你能談和平嗎？當然沒有，他就讓他更趕盡殺絕。所以你才說的對嘛？實力是和平嘛？对，沒有實力沒什麼和平好談的。也就是中國從來沒有一刻不想拿下台灣。中共沒有一刻不想拿下台灣，可是他不能拿下台，不是不想拿下台灣，他是不能拿下台灣。對，那我覺得更有趣的是，他留下金門馬祖也不是因為他要和平，他是要透過金門馬祖兩個東西把你綁在整個一個中國的框架裡面。所以如果你不了解整個國共的那個內戰，你還以為說他真的對你有善意，我覺得那個在對整個你去看國共的鬥爭史上面來講，那真的是太淺薄了。當時金門炮戰前後呢，毛澤東就講過這話，後來當然公開了。他說：“我們拿金門馬祖像兩隻手一樣牽着蔣介石什麼等等，然後呢，我們這樣演場戲呢，把美國玩進來，把美國包進來，太厲害了。這種話，所以這個蔣中正也了然於胸，所以金門馬祖我也不會放的，因為為什麼？我現在跟美國是同盟的，那我怕美國出賣我。”但是呢，美國怕我拖他下水，我就是要拖他下水，這就是國際政治嘛，對不對？沒有辦法，國際政治是很殘酷、很現實的。所以今天你說你去可不可以跟中國談和平？可以，你有實力就去談。你沒有實力，沒有美國的背後撐腰，你能去談和平？對。所以有些話我真的我再說一次，讀國共鬥爭史可能會有幫助。是好，那
現在這裡面不斷的去強調說啊，我可以和平啊，我只要所謂的堅持9·2共識，我只要反對台獨，我把這2張牌丟出去了以後呢，我就可以和平了。那這個東西只有國民黨可以做得到，所以國民黨是2028的和平締造者，你怎麼看待？大家對那段兩岸那段時間那8年的兩岸關係呢，有很多的討論。那8年真的是兩岸的真正的和平呢，還是說中共的特洛伊木馬的策略？這都有很多的爭論。就是馬英九那8年。對，那8年，當然就那8年看見表面上一团和氣，但是好像對我們也沒有多少的這讓步。馬英九上台那天，他們就把諾魯拔掉了吧？對不對？那然後就刷了個耳光說，台灣是不能進什麼國際組織啊，什麼等等，毫不客氣啊。當時很多人也懷抱期望說633了什麼等等，我說這都是很好的想法，但問題是靠着大陸就633嘛。今天你回頭去看，我們跟大陸關係最好那段時間，表面上看起來最和平的時間，台灣經濟是最壞的。但是我們跟大陸一衝突的時候，台灣經濟反而變好。所以我們到底怎麼去平衡這件事情，我覺得將來還有得談的。但回到你剛剛講的問題，是9·2共識跟一中各，跟這個反台獨。我先講反台獨的部分。其實我上去就談過，我說中共拿反台獨這件事情呢，是當做這個國家戰略在玩。我再說一次，這個國家戰略呢，它對內、對台跟對國際3塊。對內就是我講反台獨，可以動員老百姓。大家說有個目標呢，有個什麼？所以他們講說，我們每天就在仇恨當中過日子。早上醒來嘛恨美國，然後中午恨日本，然後下午恨南韓，然後什麼在恨誰？晚上抽個時間要恨台獨。我們每天就要恨當中過日子，一點都不錯。中共本來講得很清楚，我就是仇恨動員。仇恨動員比仁愛動員呢力量還來得大。這是心理學沒辦法。其實仇恨是一個很大的力量。仇恨是一個很大的力量，所以沒辦法。所以仇恨動員是有效的，所以他用仇恨進行內部動員。仇恨對付台灣呢，對不起，用台獨呢對付台灣，就是台灣有人贊成台獨，有人反對台獨。好，我幫你大搞一場，那你們就為了統跟獨在裡面打得不可開交，所以最後呢，藍的忘記紅才是真正敵人，綠的忘記紅才是真正敵人。所以藍把綠當成敵人，綠把藍當成敵人的時候呢，紅就沒事了。然後紅才被遠處操控。對，我把一些人滲透進來，變成深藍；把一些人滲透進來，變成深綠。你們在裡面呢痛打。所以深藍呢，可能不是深藍，它是深紅；對，深綠不是深綠，它是深紅。但是一個假扮成深藍，一個把人假扮成深綠，兩邊對打，保證藍綠不能合作。然後藍綠這打到不可開交的時候，就忘記紅了。對，我在外面操控。所以第一呢，你不能团結打我。所以你說現在台灣藍綠對抗的這個樣子，其實你覺得是有中國的手？中國的手是一直是有，從來沒有少過。當年就這樣搞國民黨，今年是這樣搞台灣，然後之前的是这樣搞香港。对，建制派跟那個所謂的民主派。所以下次有空我們可以好好談談香港，因為他那個幾乎是完全翻版，在台灣重走一遍。對，所以那時候他們講說是香港怎麼樣？我說他們一定有一個香港工委，叫香港工作委員會，簡稱香港工委。對，香港工委最早是擺在新華社，後來就擺在那個中聯辦了。那現在一定有個台灣工委。是。現在台灣工委可能我猜擺在101大樓附近，我猜，對，我完全是猜的，他一定有個台灣工委。中共的統戰手法，它的滲透的手法，是我們無法想象的。是，大家以為他是滲透藍營，不是的。我很早講，我說藍綠白什麼都滲透的。對，現在是不是這樣？都抓出來了，然後綠營抓出來了，包括總統府的都有，都抓得很高的，所以一點都不奇怪。因為中共對，不好意思，共產黨對人性的弱點比我們了解要深，然後用的弱點用到非常殘酷，對，用到就是你無法自拔的地步。所以有多少白人一樣被共產黨捏到手上玩？那我們用什麼標準可以去做這個簡單判斷？還是說我們現在等於是四面楚歌，每個人都可能是？倒不能這樣講，這樣講的話，我們現在就要剛嚇到回家了。應該這樣說，我們得提高警覺，因為有的時候呢，我還這樣相信一點哈，對共產黨很厲害。你看當初共產主義全盛的時候，在全世界統治了將近1半的人口，今天呢大幅消退，為什麼？因為跟人性相抵觸。
中國的情況一樣，兩岸情況也是一樣，它跟人性相抵觸的。我碰過不少中共的高官，他們對共產黨、共產主義是不是頗有微詞，是堅決反對。那我說你為什麼要留在裡面？他說第一，我現在沒辦法，我還掙錢；第二就是說不定我可以在裡面盡份力量，最後把它結束掉。我聽到是共產黨高官這樣跟我講話，他結束共產黨跟共產主義。他說台灣這樣兩黨，他那時候是兩黨，好像兩黨競爭蠻好的。你做得好就讓他們做，然後底下有個反對黨監督你，做得不好反對黨上來，然後再輪替下來，他這樣也蠻好的。我最初不敢接話，因為那時候我人在大陸，我不敢接話，我怕都講得太高興了，一把把我抓進去，就回不來了，就抓到情人監獄去了。所以我就這樣聽聽，然後就笑笑。我聽了幾十分鐘，我說：“哎，他是真的，認真的，他認真的。”我就認真跟他講了。我問他說：“他是省部級高官嘛？”我就問他說：“哎，這個請問一下，那你這種層級人有你的想法有多少？”他不多，10個裡面3、4個，10個有3、4個。省部級高官，認為台灣的民主制度比較好，好於他們的一黨專政。省部級高官10個裡面有3、4個有這樣的想法。那最好的例子是趙紫陽，趙紫陽在台上的時候當然不能說，是倒台了之後被軟禁了10幾年，最後呢就把真話說出來了，台灣的制度比較好，對，將來這世界呢走美國的道路可能比較好，台灣跟美國比較好，好於共產主義，好，那我們就看到現在。這裡面不斷強調所謂的9·2共識，其實9·2共識講白了，它就是一中各表，可是現在也沒有各表空間，它其實就是一中。那一中，我覺得它為什麼要？我覺得那也是中國的敘事。是，它現在一定要對全世界來講，要把兩岸框架在一個中國的框架。這也就是為什麼以前蔡英文堅持反對。我絕對不把一中框架框在了兩岸之間。那因為一中的框架框在兩岸之間，那兩岸就是國內事務。如果兩岸是國內事務的話，那如果未來發生衝突的話，國務卿就沒有所謂的介入的空間。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現在要去強調台灣地位未定論，就是現在兩邊在拔河。拔河什麼事？一個是兩岸如果一旦有衝突，中國要把它定位成一個中國，那外國就沒有介入空間。可是美國要去把它界定成台灣地位未定論，我要讓國外有一個介入空間。那現在國民黨不断的去強調所謂的9·2共識，所謂的一中各表，現在沒有一表了，就是一中。一中就是完全配合中國的敘事，就是兩岸同屬一中。如果同屬一中，那就是國內事務；如果是國內事務的話，真的有一天真的打仗的話，台灣就要單獨去面對中國的這個所謂的攻擊，這個對台灣來講是一個最不利的狀況。對，所以就像你說的嘛，美國並不接受中共一中原則。美國自己說我有我的一中政策，我的一中政策包含3大部分：第一是跟你的3個公報，第二是我對台灣的律法保證，第三我還有個台灣關係法。所以這個是我美國的國內法，我照這個來走。那麼你玩你的，我玩我的。這也呼應了我剛剛講，我說。中共拿台灣當牌去打美國，美國現在拿台灣當牌就挽回中共。我現在講回剛才講說9·2共識一中各表，你說很有道理。9·2共識核心就在一中各表。原來一中各表就是說我講中華民國，你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好，我們各表。但是如果說我們這個各表呢，就是我們兩個當中講的話，你覺得意義大嗎？沒有。那我跟你講，我是中華民國，你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兩個人這樣講來講去沒什麼意義。這個話在什麼地方講才有意義呢？在國際場合講才有意義啊。就像南北韓，就像東西德。對，就像當初我說這話要到聯合國去講才有意義。就是我們在聯合國講一中各表，讓大家看見哦，兩個一中各表這樣有意義。但在兩岸當中講的話，那時候就走不出去了。那如果走到國際上，大家都認為這一中就是中共了，那我們算什麼？對不對？所以這個我們這樣說就是，如果到這種情況，一中各表那是各說各話，那是沒有意義的。所以現在，而且國民黨高層的時候還講說，全世界都講一中原則。我說不是，我搞錯了。你仔細看看，全世界沒有幾個國家講一中原則，除了中共之外講一中原則之外，其他是小國家講一中原則。所有的國家，它親屬國際法都這樣一中政策。就我有我的一中政策，因為原則是比較不能動，政策是可以動的。所以每個國家都說我没有一中原則，我只有一中政策。那麼今天當然很多藍營的朋友對於賴總統不滿意啊，說你是民進黨的總統，所以我不承認你。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按照憲法選出來的民進黨總統，藍營或白營不接受的話，那將來按照憲法選出來藍營總統，綠營也不接受，那怎麼辦？對不對？所以我們如果真的是一個法治國家，我們真的是民主政治的話，那大家照規矩玩呢，玩到公平，除非他做票。那玩到公平的話，你必須接受他。所以我再回來講，我說一中各表呢，不是大家自己講，或者這個兩岸之間講，他必須到國際上去講，那才有意義。這是一中各表的這個部分。那反台獨部分我們等會再說吧。那我這裡有提到說，我只要反台獨，我只要九二共識，我台海就會安全了，就不會有戰爭了，我就會有和平了，有這麼簡單嗎？我常常講過一個很誇張的比方，你說沒有台獨，兩岸就和平了。那用一個最激烈的辦法，讓兩岸沒有台獨，把台灣併進大陸去，把台灣併進大陸去，台灣併進大陸就沒有台獨了，兩岸就和平了。世界更和平嗎？沒有。那台灣會更好嗎？當然不會。那对嘛？那所以這是最激烈的辦法。而且你講過一個，我覺得在輿論上引起很大的，而且很多人解證。你說如果真的台灣併向中國，要打台灣的，可不就是美國了？是絕對的，對，絕對的。因為如果等一下我們對我這個你上提醒我，今年這個 Computex 就是很好的例子。我們等一下有時間我們來談談這個事兒，因為這個剛好能夠去補強。所以剛剛講到反台獨，民主社會裡面，我們過去講過，民主社會裡面當然什麼都可以講。你可以講台獨，可以講統一，你可以講反台獨，可以講反統一，只要你在法律範圍內講，你不用暴力行動，這是可接受的。就是因為這是言論自由。就像美國很多國家也都有人在講這個獨立啊，你去夏威夷就知道嘛。夏威夷那個首府前面每一天都有幾個人站在那裡，我要獨立，我要獨立。我去年去，我們看就這4個人，今年去還也這4個人，他當然可以講，為什麼法律範圍允許他，然後他只要不用暴力的方式是可以的。中華民國的民主化走到這一步之後，我們也是這樣嘛。所以我們要統一要台獨可以啊，我們有這個憲法，有選罷法，有公投法，你用哪一種民主的手段都可以達到最後你的這結果。你為什麼要拉共產黨來反台獨？你沒有必要，對不對？你在國內用民主的方法就可以反台獨了，你要去拉共產黨，大家覺得說其心不存，對，一定是這樣，對，大家會懷疑你，那你這樣子被大家懷疑，不要說你到國際上，他懷疑說你為什麼這樣說話？對，你為什麼這樣說話？因為對我們美國人來說，我看到了這個北愛爾蘭的公投，北愛爾蘭公投沒有過，但是呢，他還是進行式，下次可以再來，為什麼？只要有民主程序就可以了。那這個你說西班牙的這個加泰隆尼亞也幹過這事兒，加拿大的魁北克公投好幾次啊，對，那最後沒有通過，然後最後大家在我們那時候電視上看，他們是半夜點了蠟燭，含着眼淚說魁北克你不要走啊，你留在這裡面。魁北克很感動說，我還是想走，然後最後投票50.6比49.4吧，沒有通過。那後來怎麼辦呢？因為加拿大覺得說這樣很危險，所以後來最高法院做了判決說這樣子，魁北克可以講獨立，但是呢，當魁北克認真再講要獨立的時候，加拿大政府呢必須認真去磋商。你們覺得這樣好不好？就魁北克、加拿大都同意了，就可以討論。對，這是什麼？這叫民主程序。也就是說，我們用民主可以解決統獨問題的話，為什麼要找共產黨來？對。這才是最核心的問題。你可以搞統一公投啊，是，你可以去反，你可以搞獨立公投啊。對啊，那時候因為很多年前就有民進黨朋友就講過啊，我們搞獨立公投。當時我們幾個很國民黨人在那上，有人就很生氣說你們這個什麼？哎，我等等，我想通了。我說，那你的 default 是什麼？也就是如果這個台獨公投不過的話，那怎麼辦呢？他說：“那就維持現狀。”我說：“對嘛，那就對了。那你生氣什麼？反台獨公投。對嘛？那你生氣什麼？不用生氣嘛，就試試看嘛。對，我們既然民主化，你就必須接受民主過程產生的結果。是啊，你說選擇總統不好，那我們自己選出來了，什麼辦法？不好意思啊，那我們選擇總統，很多人都不滿意啊。今天選了這個總統，這邊人不滿意。對，今天選了這個總統，這邊人不滿意，那怎麼辦？民主政治嘛。”大家不滿意，大家都不滿意，但是大家必須有一個遊戲規則，這就是民主政治好處。那如果是共產黨呢？你不接受，那我殺了你嘛，就這麼簡單嘛。所以我講來講去，我不是說民主絕對好，
但民主比共產黨或民主比集權，它有絕大的好處。是，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斗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製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那另外就是，在你們這次到了美國去以後，我覺得他講了一個更誇張的地方，講說我們知道講美國有第一島鏈。從日本到台灣到菲律賓，然後包括韓國也在這裡面。他說以後的這個第一島鏈不是軍事的第一島鏈，他這個第一島鏈是和平繁榮之鏈。哎，話講起來很漂亮，話講起來好像很輕鬆。可是你某個程度來講，如果第一島鏈不是軍事的第一島鏈，難道你要去軍事化嗎？那如果你去軍事化之後，它還會是和平繁榮的第一島鏈嗎？我記得他原話是點名了日本啦、南韓啦。包括大陸東南沿岸啦、台灣啦、香港、新加坡跟美國西岸，也就是太平洋的兩岸，然後這地方呢，科技發達，人才進步，然後資金充裕，供應鏈也完整。而如果說和平繁榮的話，那就非常好，當然好。那些問題是，為什麼繁榮不起來呢？為什麼和平不起來呢？是因為我們台獨嗎？是因為日本反中嗎？因為南韓反中嗎？美國反中嗎？還是說因為大家反共？到底是什麼？這第一個。第二個，那你說啊，共產黨覺得說我冤枉啊，我只是崛起啊，那你為什麼要承平時期打造一個人家從來沒看過的那麼強大的中國軍隊呢？你要做什麼？一般來說呢，你若是這個防衛型的軍隊呢，通常呢，你不會用到重型航空母艦，那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打造航空母艦。所以那時候去買那個叫做遼寧號以前呢，當時瓦良格號，當時人家講說啊，他們就是拿來要做賭場，我說騙鬼，我騙鬼，那將來賭場如果成為賭場的話，我出錢你去賭，我絕對不賭場，將來一定是做航空母艦，然後他一定拿着做藍本，一定拿着做藍本，然後一條條造出來，對，現在就這樣做，他不但把那做藍本，一條造。他把瓦良格號的整個團隊挖過來了，對，整個挖過來了，然後幫他打造航空母艦。那你說他想幹什麼？所以今天他自己講了，他說我愛好和平，但是我造海軍造軍艦呢跟下餃子一樣，然後我航空母艦現在打造第4艘，然後核能的，然後呢這個有這個彈射，有什麼彈射機制什麼等等，然後我有055大驅，然後我有核潛艇等等，我的這是海軍的部分。然後空軍部分呢，我殲20、殲35，什麼轟多少、運多少什麼等等，還有強大的無人機隊。然後這個陸軍我有什麼坦克，有什麼等等。另外呢，我還有火箭軍，我現在核彈頭呢是600枚，多少？600枚。再過5年我到1000枚，再過5年我到1500枚。我跟美國跟俄國一樣多。然後呢，我不但除了這個之外呢，我還有太空軍，我還有網軍，我還有海警，我還切斷你們電纜。你覺得說大家會相信他愛好和平嗎？而且他不但是他的軍備多，而且他不斷的挑釁。對啊，你不斷的挑釁釣魚台，你不斷挑釁黃岩島，你等於說你日本、台灣、菲律賓，你不斷的去進攻人家，去威逼人家，那人家當然會覺得說你到底在搞什麼？特別是你現在在南海上面，我們講在公海的自由航行權是一個維繫現在的商業社會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所謂的原則，他不斷的在去挑戰這個社會這個國際秩序啊。所以你看這些歐美國家講說，中共不斷的挑戰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就這意思。那中國說，那當年制定規則的時候我沒參加啊，對，那可以，你可以來改變，沒問題，只要你提出的方案大家認為可接受，然後比我們現在好，大家會接受的，大家會接受的。那問題是，如果大家覺得說，哦，如果我接受之後，我過的日子跟你老百姓過的日子一樣，那我可不要，那我當然不會接受。對，所以今天這些很多我們這些藍營的老朋友們，現在不太跟我吃飯了啦，以前會跟我吃飯，我就唇槍舌劍地講，我說這樣子啊，如果你覺得你能過上他們那種日子的話，你能接受的話，那可以啊。如果說你在那邊住3個月、6個月，然後住1年、2年，你住不下去的話，那你覺得還能做嗎？台灣很多人到大陸去定居了，然後把台灣身份證剪掉了，就最後呢，我記得有一個女的明星還是網紅吧，當時熱血沸騰到大陸去了，然後那時候水災，她那上網說啊，我家要淹了，救救我家什麼的，就人家說什麼，
不要給政府添亂。就在中國不要給政府添亂。對，你在中國，你不要這樣講話，不要給政府添亂。你家淹水，那你家事兒。台灣就是我要來救。台灣水災的時候，哪一個縣市長不出來，你明天不用幹。對。不要說下次不要水，你明天就不用幹。明天保證在一會兒把你罵到臭頭，罵到下台。而且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時中國這個華中是常常水災。華南水災，然後當時呢，他為了要穩固這個所謂的，主要是這個長江的這個大壩，也就是這個四川的這個大壩，他就把那個水直接的丟到安徽，是啊，直接的這個在旁邊洞庭湖就直接淹了，那是老百姓的土地，那是老百姓的房子，那老百姓的身家性命，你就叫他淹掉，然後你一點愧疚都沒有，那老百姓被淹了也一點反抗的餘地也沒有，也沒有賠償，對，也沒有問責。同樣的事情發生在雄安新區啊，是啊，對不對？這個事情不是第一次啊。对，你為了要維持三峽大壩的穩定，你不要讓三峽大壩潰堤，你就讓這個完全宣洩在一般的土地上。你說在其他國家不可能這樣。還有一點呢，事先沒有預警的，沒有預警，沒有預警。你如果說我要洩洪了什麼，你們趕快逃命什麼等，然後我派軍隊來搶救着，那我勉強接受了，因為他說保三峽大壩更重要，否則死傷更慘重，可接受。但是你要做好善後措施，你要有配套，你不能沒有配套。我只問一個問題，各位在這麼多次大水災裡面，各位現在看到中共中央誰去慰問過？沒有。這第一個，沒有。這第一個。我只看過一個溫家寶。第二，那是哪一年的事情？很久了，對不對？我一句話就問完了。第二，這幾年你看到哪一個省級的一把手跟二把手去慰問？沒有。你有沒有看到他發放慰問金？沒有。對不對？這個事情，然後台灣，我再說一次，台灣跟民主國家都不可能想象的，所以大家還覺得說那個社會比較好，你還會相信他，都不可能的。講這些話，朋友們，我再提醒一次：2022年8月份，裴洛西來台灣，裴洛西剛剛走，中共對我們幹什麼？中共對我們幹什麼？立刻包圍，然後打飛彈幹什麼？對不對？那你覺得你會相信習近平的和平善意？不要說習近平，你會相信中共任何領導人的和平善意嗎？這樣講就清楚了。所以，對不起啊，講這些話的朋友們呢，你不是健忘就是無知。那你健忘你無知呢，我在這邊講出來就算了。你這樣講話的時候，你覺得中共怎麼看你？你覺得中共怎麼看你？然後你去談和平，你覺得中共會怎麼看你這個人？然後你去美國談和平，你覺得美國怎麼看你這個人？對，怎麼看你們這批人？你現在講到這個更大的問題啊，非常有趣是，鄭立文現在在美國訪問，是。那你看到他在美國訪問的時候呢，第一個他時間很長，可是他沒有行程，那你就看到他每天不知道在幹嘛，你沒有看到他跟一個重要的人物的對談。那你甚至去說你去跟一些智庫，可是智庫裡面也都是閉門會議。照理講，你去跟智庫談的時候是可以公開的，所以這個訊息是可以發表的。因為沒有那麼機密啊，都沒有，他們全部都是閉門會議。對，那閉門會議之後，我覺得更誇張的是，美國的媒體，美國的這個所謂的節目主持人，直接點名鄭立文，他就是北京的人。也就是說，鄭立文這一次到了美國訪美的時候，你的規格非常低。第二個，你感受到了非常強的一個敵意，這個是在過去國民黨。其實國民黨以前是跟美國關係非常好的，國民黨以前的領導人基本上以前都是這個是留美派，都是知美派，所以現在鄭立文碰到這個狀況，我在旁邊看，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是，那我比較不了解，就是他跟智庫為什麼要閉門會議？然後這閉門會是誰要求的？而且不能對外說明。是誰要求的？是台灣方面要求，是國民黨方面要求的，還是智庫方面要求的？當然是智庫啊，因為當然鄭立文當然希望能夠敲鑼打鼓啊。那或者還有另外一點就是說，智庫它是只是代表智庫呢，還是代表政府講的話？因為這個真的是可考量的，因為我參加過這種會也蠻多次的，然後有的時候也的確閉門。那閉門原因就是那個題目真的是比較敏感，那牽涉到就是國家戰略層或兩邊的合作什麼等等，那可能會閉門。但是你說這種情況閉門有點奇怪就是了，所以我猜哈，以美方對台灣的了解，這次看到國民黨高層來，大概應該這樣講，會問幾個問題。第一個就是，
你們為什麼擋軍購擋這麼多次？然後外面我們也聽說了，中共對你們放話，你必須擋軍購10次，我才會接見你們。就後來好像真的你們擋了10次之後，然後你們的黨主席，然後你們就去了大陸。那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他會問的問題？因為如果說我們想到，美方也想到，這第一個。第二就是，那你把軍購擋下來了，那你將來台灣安全你怎麼辦？你覺得這部分不重要嗎？當然了，我很樂意賣武器給你，賣8000多億武器給你，但是你裁掉了那4000多億，剛好是你們自己本土發展，而且是現在最尖端、最應該發展的無人機啊。对，我們從俄烏戰爭、從中東戰爭都看見了，一個比較弱的國家對抗強國，無人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利器。對，那台灣有很好條件可以做，你們為什麼不做？你為什麼把這塊攔下來？所以美方要問你。那第3塊就是，那這樣的話。你覺得你把軍購這樣攔下來了，然後你去講一講和平之後，兩岸就和平了嗎？那你真的能相信他嗎？美方就告訴說，我們為什麼不相信他？那如果這麼多國，像我剛剛講的，如果這麼多國家都不相信中共的話，你為什麼相信中共？就因為血緣關係就相信，那這樣的話，南北韓也可以統一了嘛？東西的當初也不需要對抗了。那這樣的話，南北越也不需要打仗了。那如果血緣這麼重要，那我跟你國民黨也沒得談啦。是啊。對啊，那所以也就是說，那你這些問題你都很難回答。我覺得這第3個問題，第4個問題就是，對你講說我川普也去了這個大陸，所以你也去大陸，是，但是我們到底好像不太一樣，性質不太一樣。那當然了，我們美國對於中共，我們有自己的看法跟我們的這個盤算，我們有我們自己的政策跟方向。那你對我們美國對中共的這些關係什麼，你怎麼看？然後你有什麼期許？當然你講了說希望看見美中和解跟美中合作，但我也跟你講了我們為什麼不能跟中共合作，不能跟中國和解。然後這種合作是有限度的，我會把這個告訴你了。那你可不可以把你的看法告訴我？所以我猜這都是很難回答的問題。但最後的問題我覺得最難回答。我覺得美方問說你還反不反共嘛？你還反不反共嘛？是。你的黨章的總綱第2條就要反共，你要拿掉嗎？你們拼命講說叫民進黨把台獨拿掉，那你的反共你要這個反共要把它拿掉呢？那反共拿掉，你要統一後怎麼統法？所以這都是美方很關鍵的問題。因為作為一個世界大國來說，它有一個國際政治的一個拼圖。台灣在這拼圖當中幾乎是最重要的一塊，幾乎是最重要的一塊。那你現在說美國看到最重要這一塊，然後這個反對黨主席來了，你這樣講話，然後你在那邊那樣講話。你兩邊講話是有點矛盾的，所以我必須把這個理清楚。這些我相信國民黨高層都不容易回答。更何況說鄭麗文在那邊講了一句對習近平感恩戴德的話，我本來只是一個陽春的在野黨黨主席，完全不被重視。就現在因為我跟習近平見面之後，我就不一樣。我覺得那是一個在美國人聽起來等於說你現在對習近平來講是充滿感情、充滿感激的。所以當然，習近平對他也講了很多很好的話了啊，比如說什麼兩岸之間存在歧義啦，有長久形成歷史背景啦，不能一蹴可幾啦，只要愚公移山啦，精衛填海，就什麼等等等等，這些話當然都很讓人感動了。不過我常講，我說共產黨呢，這個第一呢作文比賽冠軍，第二呢騙死人不償命，騙死人，從來就是這樣子啊。他們自己都說啊，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啊，台上握手，台下踢腳，這是他們自己的話。那麼也就是說，你信不信他呢？你不是說憑一句話、2句話去考量，你真的憑說他的這個實力跟動機。我們在國際政治上面，我們判斷這個國家對我有沒有威脅，我判斷2件事情。第一就是他有沒有實力威脅我，第二他有沒有動機威脅我。他有動機沒有實力，那我不太擔心。他有實力沒有動機，我都有點擔心。他又有實力有動機，我要非常擔心，對不對？我要非常非常擔心。中共是又有實力又有動機，他天天講要消滅你的，你還覺得說我相信他的和平論述，這不是很奇怪嗎？所以我再問你一次，如果今天你代表這個國民黨去，習近平跟很誠懇說，這個寶傑主席啊，我想通了，我真的不會打你啊。我真的不會打你，你明天回去跟這個台灣同胞講，我不打你們了。
你敢回來講嗎？當然不敢，而且不敢相信。你為什麼不相信？我都這麼誠懇了，你還不相信？那現在人家就問說，那為什麼有人相信了？所以這個對比不是，我覺得真的是一個很尖銳的對比。那我到大陸去，我也聽過類似的話呀。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回來講，我說，對，我回去要備戰了。我回去備戰，我備戰我就相信你啊。對，我不備戰我是不會相信你的。我記得那時候，因為我們這個學術交流很多嘛，那次我們系上跟一些別的學校的，我們反正一個團過去，一個教授團過去了，雙方講到最後他們真的翻臉了。就我們團裡面一個非常溫和的老師說，那這樣我們明天回台灣就只好備戰了啊。非常溫和的老師，平常我們都沒有想到他會講這種話，就他那很平靜的講說，我們回台灣備戰，就這樣。所以，這個我再說一次啊，真的要了解共產黨。你不了解共產黨，光聽他講話，你真的會被騙。就完全要以實力做後盾。是。那你怎麼來看待？就是說，現在如果把他已經訪問中國了，對，他現在也訪問美國了，對。那把這兩個串在一起的話，你怎麼來看待？甚至有人講說，我們看到《華爾街日報》還特別提到，這裡面根本就是習近平欽點或是心目中非常想要讓他去選2028代表國民黨參選總統的人。那這可能是《華爾街日報》的判斷了，他不一定也是消息了。而且就算習近平這樣想的話，他也不一定這個消息應該不會走漏出來，大概就是2個人或者3、4個人這樣講的，這個要走出來是非常奇怪的，那是應該判斷而已。我講回我上次問的一個問題，就是說，當然這個鄭麗文說啊，我如果沒有被他接見的話，我沒有見過他的話，我只是一個陽春黨主席啊等等。我反過來問，就是那習近平為什麼願意接見鄭麗文？你難道就因為就是台灣裡面的最大的反對黨黨主席我就見你嗎？是這樣的嗎？還是說有別的原因？那我後來問了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台灣的背後不是美國的話，你覺得中共會見他嗎？中共會見當年的國民黨主席嗎？或見國民黨任何人嗎？如果美國不在背後的話，可能任何人都不會見。可能大家不用等到2028，或不用等到2027，可能在2009幾或2010幾，那就解決我們了。對，是不是這樣？所以換句話說，如果不懂得國際現實，不懂得說你的底牌在哪裡，這樣去跑去講和平，你這不是開玩笑嗎？然後他又曾經在大陸上講說，兩岸事情是兩岸之間的兩岸同胞的家務事。我來讀一下，兩岸事是兩岸同胞的家務事，應該由兩岸中國人自己商量着辦，不需要外人指手畫腳，更不應該讓外部勢力將台海當作地緣政治的棋盤。那今天你去美國幹什麼？對，你為什麼要去美國？然後還說我把這個和平訊息帶來。美國人難道不知道中共講過這種話嗎？他當面就聽過，需要你來講嗎？那你為什麼來講？是你真的相信，還是有人告訴你這樣講？還是你認為你這樣講之後會得到人家的支持或背書？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考量的。你說他去美國有習近平的影子？不只是影子，我就說我們得往下問一個問題，就是說，是不是當時就談好了？我們這樣談完之後，我就要去美國了。然後對面就講說，那你去美國是不是把這幾句話帶到？你能排除這可能性嗎？等於說他到底跟習近平的閉門會議裡面談了到底交代什麼東西？談了什麼東西？因為如果說他在那邊講說我要和平，但是我有軍備什麼的，我背後還有美國，我們來談和平。這樣我會很相信。你若只是談血緣啦、情感啦、文化什麼等等的，我會非常懷疑。然後你又說我會相信他的這個承諾，那我更加懷疑，因為我是不，你也不相信他承諾，我也不相信他承諾，很多人都不相信承諾，那為什麼你會相信？對，所以我對於你相信這件事情，我是有懷疑的。那你的相信，一個可能就是你的判斷錯誤，一個是你被騙。一個就是你自願上當，一個就是你覺得要靠過去，那才能得到什麼東西。那這些東西都是我會擔心的。也就是我們作為台灣的選民來說，我對這票將來不管是今年年底或2年之後，
我的票投下去要投誰？我得認真想。因為2028戰爭和平，說明我投你反而是戰爭嘛。對。我投他反而是和平，說明是這樣，我得認真想。所以作為一個中華民國國民跟選民來說，我會想這件事情。因為在國共內在有一個非常有趣、非常經典的一幕，就是重慶會談。是重慶會談，當時毛澤東是一個非常有強烈菸癮的人，他一天可能要抽好幾包香菸，他是隨時隨地一定要抽香菸。可是蔣介石討厭菸味，所以為了這件事情呢，毛澤東在去重慶會談的時候，一個禮拜就不抽菸，不能讓身體有菸味。他說那個對毛澤東來講是一個非常痛苦的事情，可毛澤東居然辦到了，而且毛澤東在那個會場裡面還講了一句“蔣委員長萬歲”，等於說我完全臣服在你的手上。那個部分當然一結束，他馬上就跑掉了。可是你要想想看哦，喊過蔣委員長人萬歲，而且為了要跟蔣介石見面的時候，菸都不敢多抽，一個禮拜不抽，一個禮拜不抽，菸都不敢碰一根。然後呢，最後他後來回到他的延安的老巢，回去以後。戰爭一結束，馬上進行攻擊。那個重慶會談之後，馬上進行戰爭，馬上進行攻擊。那如果是這樣的話，你怎麼還可以相信中他是說翻臉就翻臉的啊？所以我才說嘛，要了解共產黨，要讀國共鬥爭史。對，不了解共產黨，然後不懂得世界歷史，不懂得國際政治，你現在去花錢談和平，那是沒有用的。那說到底了。國民黨人真的應該看清楚，如果沒有美國撐腰的話呢，我們玩不到現在，也輪不到我們去跟中共談或跟美國談。那再進一步談，就是誰最希望兩岸事情外國人不要插手，美國不要插手？當然中共。中共嘛，因為他孤立我們才好對付台灣。所以講這個話的人也很奇怪啊，你在大陸講一套，在美國講一套，這邏輯是不通的嘛。也就我們作為一個政治人物，或作為一個政黨領袖什麼的，或作為一個大國領袖，你的話必須是經得起考驗、經得起檢驗的。人家會曉得說，你在某些情況下從權說話，等等，但是你不能在這根本的底線上面呢，讓大家覺得說你有問題。所以今天的情況就是如此了。我也不能再多說了。那我們是不是回到那個電腦展的問題？對，也就是說。現在中國它為什麼這麼的一個焦慮？是因為台灣跟美國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是你從這次電腦展，以前因為是地緣政治的關係，我們是在第一島鏈的核心，這在2025的美國戰略報告裡面也提到，很清楚了。我就是核心，所以以前是地緣政治。接下來我們剛剛講了是科技，也就是說現在台灣跟美國的科技完全綁定在一起，你在未來 AI 世界裡面。這次科技展我覺得更可怕，它是地緣政治，它是科技的結合，甚至連摩根斯丹利都把資金帶來了，也就是美國跟台灣，我有意識形態，我有共同利益，我有地緣政治，我有科技，現在連美國人最在乎的資金，兩邊都綁定在一起了。所以那時候我不是談過一件事情嗎？我說我慢慢看懂一點，台灣憑借着這個高階晶片的這個製造能力呢，跟美國呢達成了戰略同盟，對，這個我覺得非常關鍵。現在我覺得台灣很多人還沒完全看懂。我覺得有趣就是，全世界現在對台灣的評價高於台灣人對自己的評價，沒錯，是不是這樣？是啊，這個我覺得蠻清楚的。我後來回頭查一下，我們的 Computex 大概在80年代就開始辦了。對，當時反正是很簡陋的攤位，就大家這邊賣電腦啊，然後什麼宏基什麼大老闆都在現場推銷，台北電腦展，對，推銷什麼的。80年代的時候，真的是我們不能說乏人問津，但至少乏外國人問津，這是可以確定的。90年代之後呢，因為我們這個電腦的能力啊什麼等等的，所以外國人慢慢來了。90年到2000年的時候，我記得比較清楚，當時不管是 Windows 什麼的，都來這邊設攤位，對，因為它最新的產品要這邊推，是，因為這些推之後呢，華人市場就差不多要打開來了，所以當時蠻熱鬧的。這2年我看來真是嚇到了，對。我都不敢去看，因為為什麼擠不進去？都人啊，都是人，真受不了。我都常常是忍到最後一天的時候，看有沒有是不是便宜東西，或者我需要再去看一看。現在你看看這些台灣類的大咖都到齊了，不用說了，國際大咖都來了。你說黃仁勳的旋風更不要說了，這個人是萬人迷啊，這沒辦法，我都想去買件皮衣去穿穿，太厲害了，這個。
他是這個輝達的這個第一超級 sales， 毫無疑問的。走到哪裡嘛，哪一邊喜歡這邊分炸雞，那邊分什麼東西，哇，太高明了。所以你看，黃仁勳來了，蘇之峰沒有趕上，但蘇之峰先來了。那其他不管是那什麼ARM 的啦，陳立武也來了，什麼 ARM 什麼，全部都來了。那你說台灣強大到這種地步，馬斯克都說啊，全世界高階晶片100%在台灣做，一句話給你講完。美國歷任的好幾個部長、國務卿都講，我們高階晶片90%、92%跟台灣買。所以他們想方設法要把台灣一些高階晶片挖過去。台灣很多人擔心說台積電變美積電，大家放心好了。那當年那個 RCA 來台灣之後 ，RCA 變成台灣的 RCA， 然後美國不再強大了嗎？沒這事兒。台灣現在是厚植國力，然後呢輻射全球，所以大家放心好了。而且美國廠呢，就算這做得再快再好，趕不上台灣廠的速度。對。美國工程師各方面，然後各種條件呢，趕不上台灣。就算他達成了他的目標，他最多拿到40%到50%的高階晶片，剩下40%幾到50%的高階晶片，他要跟誰買？還是台灣？還是跟台灣買？他還是放不掉台灣，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而且這中間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是，你美國就算是你把單一的晶圓廠帶過去了，可是整個的生態系在台灣。所以現在在這個亞利桑那發生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也非常荒謬的事情是，他送回台灣來，送回台灣，也就是說我要在你那邊生產完以後，你還是要台灣封裝，還要在台灣這個檢測，台灣檢測跟封裝，除非你把這個封裝跟檢測的所有整套拿過去，但那個代價太高了，目前看起來沒有可能。所以你台灣再怎麼樣，它是一個森林，你就算把1-2棵樹搬過去了，但這個森林的生態系它沒有辦法改變。現在這樣的，就是因為台積電過去之後，很多上下游廠商也跟着有興趣過去。但就算大家都過去了，大家都在那邊複製出一個小台灣或小新竹的科學園區，那個產能趕不上台灣了。這第一個。第二就是啊，美國比較大，然後很多地方呢跟台灣不一樣，台灣大概差不多2小時生活圈，所有東西2小時就送完。台灣小，我們覺得很難受啊，覺得說很危險。但它小一個優點就是我們送東西很快，買什麼東西一下1個小時、2個小時就都送到了。美國真的做不到。你在美國待一個月、待1個禮拜，你去買菜開車你要開多長時間？對，我通常在美國去買菜開車開半個小時，對不對？來回就1個小時。台灣那種方便難以想象。我再說一次，台灣憑借的我們高階晶片的這種製造能力，跟美國達成了它最需要的戰略同盟，而這東西是美國是絕對不能放的。美國不要說日常生活用到我們的晶片。他們現在最高階的電腦的 GPU、CPU 什麼等等的，全部用到這個台積電晶片，連美國的戰機、航空母艦什麼的，全部用台積電晶片。你說它能放掉台積電嗎？不可能的。所以我再說一次，我們達成了戰略同盟，這點呢是毫無疑問的。所以剛剛講到一開始就是鄭麗文去了中國之後，他現在回來以後就是丟出了一個和平跟戰爭的一個敘事。那戰爭敘事好像只要選了國民黨，我就有和平，好像只要我堅持反對台獨，我堅持這個所謂的9·2共識，我兩岸就不再發生戰爭。但真的是這樣嗎？剛剛明老師已經告訴我們了，跟中國打交道，最後都是以實力為原則。你沒有實力為原則的話，他只要比你強，他能夠把你吃掉，他把你給吞掉，他絕對不會遲疑半步。所以今天就看得清楚，就是今天台灣立足世界。剛剛有一句很妙是，台灣人可能是最不了解台灣價值的。台灣人也是最不了解台灣現在在美國，他在爭霸全球裡面扮演的那樣一個重要角色。我們要看清楚這樣的角色，我們要看重自己，我們要看清楚中共最終的圖謀到底是什麼。非常謝謝明老師。我再加一句話啊，我不是告訴大家說2026年今年年底或2028年怎麼投票，我不再講這件事情。我是說，我們分析出了他們的戰略背景之後呢，大家自己決定該怎麼投票，只是這樣子。好，那非常謝謝明老師，謝謝。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
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说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们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來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